大家好，我是嘎古妈，新年快乐！然后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日本现在疫情的状况有多可怕。就是之前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、第四波、第五波，那个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疫情离我这么近。可是这次的第六波真的超，我的朋友跟高小宝朋友都纷纷确诊了。那感觉到那个疫情像跑100米的速度在接近你，你看到它是1公里外的地方，然后现在是700公尺、300公尺、30公尺，然后现在你已经肉眼看到它。这次连那个 Gaku 讲的保育院哦，我们家大儿子的保育院里面都出现那个确诊者，然后 Gaku 讲啊，已经变成浓厚接触者，然后我们现在下一个礼拜就这一个整个礼拜都必须在宅工作，然后一边带小孩，然后我就觉得啊天，我就希望孩子这一礼拜都不要发烧，等待的心情就很忐忑，就觉得好像在玩那个小时候看那个鬼片鬼抓人，就是大家屏息以待，有没有？屏住呼吸，然后看那个鬼会不会接近你？然后他那个鬼在四处游荡，然后一直在选谁是下一个，谁是下一个呢？大家很紧张的捏着鼻子在等待，说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那种感觉，所以真的觉得啊，这种等待的感觉好煎熬啊！那希望我可以顺利度过这一波，希望不要确诊。那过年了，大家要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好家人，大家都不要确诊，能平安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哦。拜拜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喽。又老又穷，这句话讲的不是高雄人，讲的是日本人吗？下流老人。下流老人其实来自于藤田孝典的一本书《下流老人与艺人老后的崩坏》。下流并不是在骂人，是指老后陷入所谓三无的状态，没有收入，没有存款，没有社会保障。那其实日本一直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亚洲的典范。那确实我看到的，日本在从生育福利啊、儿童福利啊，还有残疾人士的福利、老人的福利，然后低收入户生活补助、医疗补助等等补助是应有尽有，做到的亚洲里面真的是做到照顾弱势族群哦。但是据推测，2020年的时候，日本竟然还有600到700万的所谓的下流老人是得不到社会的补助呢。有些老人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还会故意去偷窃让自己被捕。为了只是要进到监狱去生活，那因为监狱的生活都比他在外面流浪还要好过。那有的老人为了坐牢能坐久一点，还甚至去杀人，这个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。日本这些所谓的老人，他们过的状况有多么的辛苦哦。其实先撇开下流老人来看，日本高龄者的劳动率超高，是为什么？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日本是一个少子高龄化很严重的国家，但是现在台湾的少子化比他们严重。日本在退休后也非常爱工作。有资料可以证明，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中的高龄劳动参与率，仍然保持高劳动率的就是日本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45到49岁，各国都是80几%左右。那50到54岁呢，台湾是47%，然后其他国家甚至日本是最高的，还是89%。那其他像美国79%啊，南韩80%。可是你看了60到64岁，他的劳动率还是保持在71%，其他国家只剩台湾是30%，南韩是62%，美国是57%。那退休之后回到职场的工作的老人分成2类，一类他们不是为了钱，他们重返职场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在职场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，然后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哦。日本的社会普遍高度认同这种价值观哦。那另外一类的人属于贫困的老人，他们退休之后不得不继续坚持工作，以维持生计。其实呢，还有一部分，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部分就是，因为日本退休是60岁嘛，但是65岁才是领到退休金，所以还有5年时间是完完全全没有收入了。那这段时间如果没有收入，就只能靠吃自己的存款过活。那为了不让自己的存款持续的减少，大部分的老人回到职场工作。那你看一下这些的问卷调查报告，就是定年后，就是退休之后仍然想回到职场的老人是高达52%，然后28%人还在考虑，还不知道，然后剩下20%是完全不想回到职场，所以等于说将近有80%的人是想要回到职场的。那你以为成为下流老人是因为年轻不努力吗？其实不是哦。很多在日本的下流老人，他们是属于中产阶级的。这些人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为什么还会成为下流老人呢？那成为下流老人的5个原因哦，就是一就是因为生病或事故无法继续工作，并且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；2
无法入住高龄者的介护设施。3，孩子是简居族或者是穷忙族，等于说，日本有很多就是简居族，就是可能在求学阶段，然后受到挫折，从此就是自我封闭在房间里面，然后足不出户的简居族。那这3餐都是靠老人在照顾的。然后4就是熟年离婚。5就是家人得到老年痴呆症或者是生病，必须辞掉工作照顾。那今天找2个在网络上找到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哦。第一个是60岁的男性，他原本是不动产公司的社长，然后在泡沫经济崩坏前，他甚至有2亿的资产，后来因为土地无法周转，没有办法转卖而破产哦。那6年前，他因为偷了超市的便当和茶被捕，身上穿着西装，当时他身上只剩下100块日币，23块台币。你想他原本是社长然后应该也是很努力的在工作，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那他说当初因为自己是不动产公司的社长，钱多到花不完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老后的问题，所以也没有缴纳年金。那在日本年金分2种，就是后生年金跟国民年金。那后生年金是属于给上班族缴，等于说你薪水在发下来之后直接就扣掉了。那另外一种国民年金是专门给就是自营业啊、家庭主妇啊，等于这些人缴。那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缴，特别是自营业，他们是很多人都是不会去缴。那高桥爸爸也是自营业，然后之前他也是没有缴，后来在我的劝说之下，他后来现在有在缴。真的觉得自营业在日本还是缴一下，因为那个是保障。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80岁的母亲和45岁的儿子，也是生活穷困者。生活穷困者是低收入户了。那儿子在老人看护中心做看护的工作，那薪水大概是23万日币，23万日币也很低耶。然后税后大概就是18手拿到税金抽完大概就是18、19万。那在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呢，因为父亲经营的公司破产，因此他背上了债务。现在住的房子的那个租金是由儿子支付，已经45岁了，那他还在支付他大学时期的贷款，因为你知道他爸爸破产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就是家里没有办法帮他缴大学学费，所以他是用贷款的方式来完成大学学业，所以现在还要缴当时欠下的就学贷款。那母亲其实如果不依靠孩子过活的话，光靠年金是无法生存下去，所以2个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那像这样陷入生活贫困者，就是掉入最底层生活的人呢，其实都不是一口气跌下去，是不知不觉慢慢的跌入这个状况，这个叫做卡夫卡的阶梯。开始可能是失业或者某种原因无法继续工作，可能生病或要照顾家人，然后失去了收入来源，就是劳动力。第2个阶梯就是家人，他可能因为家人的一个离婚啊，就像刚刚熟年离婚了或家暴虐待，然后失去家人的依靠，那就叫第3个阶层，就是失去住所。他可能因为没有收入了，所以他可能连他原本的房贷也缴不出来，只好房子被抵押，或者说因为没有钱去缴房租而失去住所。那第3点就是连最后的存款都没有了，然后变成只能靠低收入户来补助的状况。所以一开始他们真的是不知不觉跌入这个状况。那其实一旦往下一跌，要靠自己爬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一定要借由社会的一些辅助，才能从这个跌落的阶层爬回去。这个就是日本所谓的卡夫卡的阶梯。惨的就是失去住的地方，因为日本如果你想要去找工作的话，只要没有工作失业者，你可以去叫做 Hello Work 的地方，然后去他们会给你一些工作机会。当然工作不是说那种很好办公室的工作，大概就是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，然后1小时计费，就是打工这样。但是至少是有给你工作。但是如果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话， Hello Work 介绍给你工作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哦，因为连去 Hello Work 都必须有基本的就是住地址，你才能去 Hello Work 找工作。那像网咖难民，他们为什么会在网咖过生活，然后没有办法去找正常的工作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。然后像这样的人呢，他要去租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困难，开始的租金啊、押金啊、礼金啊，动辄20、30万。如果你没有地址的话，你要拿到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费也非常的花时间。那怎么样避免自己
掉入这样的状况，让自己不要成为下流老人呢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存钱，备不时之需。生病这种事情，首先真的没有办法预防，所以就是以备一笔钱，而生病的时候自己可以休息一阵子去照顾他的钱，我觉得是需要的。投资可以，可是在投资之外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笔钱存款在那，就是因为如果说股票你投资了，可能要临时要拔出来，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了解治国的老人福利制度，缴国民年金。如果你有工作，就是缴一般的自己的公司的政府的年金。然后如果你是自营业的话，就是缴国民年金。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啦，就是把它当保险在缴的感觉，因为是至少有个保障，可以之后可以领得到。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你要保持身体健康，家人的身体健康，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不要去拖累别人哦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这类的节目，请订阅我，会分享更多你不知道日本哦。拜拜。